一件让我憋屈了好几天的事，我今天实在忍不住了，想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独自带娃北漂了大半年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和行业内鼎鼎大名，甚至获得过润百富最受青睐华人设计师奖的国内顶尖设计师江女士产生交集。直到她的迈巴赫撞上了我这个在北京开着的外地车牌的车。这位驾照过期还开车上路的知名设计师，在事故发生后直接把车扔在路边就不见了，直到1个小时后交警到现场他才回来。这里补充一下，16点发生的事故，他17点才回到现场接受处理，导致我在离开现场时是北京外地车牌限号时段，结果我被开了1分100块。但此事我自始至终从未与江女士提起过，只是自己在申诉处理。那么在现场定完他的全责之后，他却一直不按时配合保险公司去提交相关的资料，短信不回，电话不接，导致我的车修好了却取不了。昨天一个所谓迈巴赫修车厂的人联系到我跟我说让我不要再去联系江女士了，因为我联系不上她的，有什么事情呢让我跟这个迈巴赫修车厂去对接就好了，他负责去提交这些相关的资料。可是到此时此刻呢，对方依然没有去提交报销保险所需要的资料，也不愿意去垫付3900块钱的这个修车费，导致我没有办法取车，而我的进京证呢明天就要过期了。当我今天下午跟这个所谓迈巴赫修车厂的人沟通此事时，对方不仅不解决问题，还声称说外地车在京滞留，会有拖车的给我拖出去。也许我的奥迪车没有你家的迈巴赫尊贵，但也是普通人辛辛苦苦赚来的个人财产。请问您这一句拖出去是要给我拖到哪里去？我在网上能查到这位江女士的公开资料她是毕业于欧洲某个艺术大学的硕士，包括北京有几家非常高端知名的餐厅呢都是她设计的，甚至她自己设计的自己在北京的这个豪宅别墅呢也是引得非常多的媒体参观报道。她是媒体报道里面那个用设计传承文化的造梦者，是行业颁奖典礼上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的引路人。但是当我给她打了无数个未接电话的时候，我真的很想问她，您设计过这么多美好的空间，是否有想过被你的车撞到的普通人因为您的拖延不处理而卡在外地车牌限制夹缝的焦虑呢？作为妈妈，我常常教导孩子，犯了错误呢要勇于承担责任，摔了杯子不要紧，重要的是不要让玻璃碴子伤到后来的人。作为一个老公长期在偏远地区保家卫国的妻子，我也习惯了自己去处理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但是今天这件事儿，它不只关乎3900块钱的一个修车费，哪怕进京证明天就会过期，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永远都不应该过期，比如犯错后的担当，比如普通人的尊严，比如我们教给孩子的人间道理。修车费可以转账，但是良心的利息又怎么算得清？这些年呢，我在生活工作中也接触过不少行业内的顶尖大佬大部分成功人士呢都是怀着一颗慈悲的心，有着非常高的德行当然呢，我也见识过一些所谓的行业大佬从一夜暴富走到高位，却没有足够的格局和智慧做支撑，手握资源呢，却把他人的生计当成蝼蚁。结果呢，直到跌下神坛那一刻，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手好牌却打了个稀烂。因为他们不知道逃避责任、故意拖延、不尊重他人的时间，哪怕能力再出众，也不过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虚张声势罢了。靠谱的人品、负责的态度，才是能让一个人走得更高更远的必杀技。我想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设计师江女士，应该比我们普通人更明白，敦煌壁画千年不褪色，靠的不是颜料的昂贵，而是画匠对每一笔的敬畏。紫禁城呢，屹立600载，只是因为建造者深知，再精妙的斗拱也托不起偷工减料的梁柱。最后我想说，或许呢，我们改变不了别人的选择，但至少我可以去教自己的孩子去做那个敢于直面问题的人。